放在本來就是很浪費食物，它不是我覺得浪費食物，我以為是浪費錢香味撲鼻，馬來文要怎麼說？Bau wangi melanggar saya punya hidung dan muka 。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妹妹 Talk， 我是拉斯達妹妹，我是眼力仙金，今天請來了我們的嘉賓，有我們的大廚 Joshua。Hello， 我是 Joshua 咯。我覺得這一次我們的嘉賓呢，剛好跟我相反。因為我是馬來人，然後做華文的是 content， 不過我們的嘉賓呢是華人，不過還是做馬來文的 content， 而且還拍到非常的好看。你拍這個 content 是幾時開始呢？一開始這個 content 我是在 MCO 的時候開始拍的。為什麼會想要拍這個 content？ 之前沒有拍過嗎？在很小的時候啊 ，photography 跟 videography 都是我很喜歡的。我為什麼會在 MCO 開始？就是在那個時候得空啊，在那個時候不需要上班啊，就嘗試在那個時候開始學習拍攝。那個時候就是有很多的這些廚師或是家庭主婦，我覺得不同行業的都開始拍片。對。那我看到就是你可以 maintain 到現在，我覺得應該是不容易吧。喜歡煮菜，喜歡拍攝，喜歡食物被記錄下來的那個顏色很漂亮。還沒有採訪之前，我們聊天，就他說，其實很多時候他拍片的時候是抱着，我就是記錄我的日記本，就是每一天我拍一樣的佳肴的時候，我就記錄當下我煮這個食物的心情，對，然後煮這個食物的可能買的食材，剛好，我買到這個魚很新鮮，他都會來跟大家去分享他對那個食物當中的熱忱跟喜悅。就我看到你的 video 裡面的時候，就覺得你是真的是很愛那個食物的人。所以你是從幾歲開始是去接觸烹飪啊？幾歲開始接觸烹飪啊？很小的時候就有嘗試，中學時期的時候就進廚房了啦，煮菜給爸爸媽媽吃。然後第一份工作做 part time 也是在 restaurants。所以你是幾時才發現，原來我對烹飪也蠻喜歡，可能也有一點天賦的。1993年那個時候我 Form 3。怎麼樣發現你自己喜歡？其實廚房很不容易，因為也很熱啦，然後可能它的環境不是我們每次看電視機裡面的那種5星級廚師哦，就是那種環境跟現實的是很不一樣的，看戲跟現實是很不一樣的。對，你是怎麼樣覺得喜歡也很 enjoy， 就算是很熱，我也還是很喜歡。想要比較長遠的發展。會不會太久了？我記不得啊。我就是覺得在那個時候一開始一進去，就是當你想要去學那個東西的時候，會排除掉一些東西吧。開始的時候說以前在 hotel 啊，以前會不會很辛苦，要做夜班啊？每次工作了之後，會地上很骯髒啊，很多油啊，要去洗，要去做清潔啊那些。可能現在老了之後覺得哇，那些真的好辛苦啊。不過在年輕的時候不覺得是一回事啦，不覺得它是一個辛苦。反正我也在做，你也在做嘛，都 OK 啊，我覺得都 OK。你比較擅長煮的佳肴是什麼？在我的 culinary path 裡面都是在酒店啊，然後其實我的 specialize 是在西餐。对more to Italian。我們之前的酒店是French 的 Brasserie， 所以就有接觸到法國菜啊、意大利菜啊。然後因為它是跨國企業嘛，這樣子每一個月相對來講都會有不同的國家的廚師來到馬來西亞，這樣子我們從馬來西亞又會去到其他的國家的分行去交流我們的食物。所以那個時候我是很喜歡跟他們一起上班 ，overtime 都沒問題的。阿布達比來的廚師，他就會參與在我們的 buffet 裡面的一個 counter， 就是說一個 buffet table， 在那邊做他的 action counter， 就是現場煮的那些東西。所以從意大利來的，他就現場煮披薩了；中東來的廚師，他就會煮好像 baba ganoush 啊，好像法法類啊，一些之類這樣子的 action counter 的東西，就是在不同的廚師身上學東西了。你自己本身現在煮的東西好像比較多是華人的食物，或者是中餐，或者是分享一些可能我們馬來西亞的佳肴。这你會不會突然間覺得有一些的不一樣，或者是在你煮的方面，你會覺得有一些新的挑戰嗎？會有挑戰，不過因為
在主食的環境裡，我都會有中國的朋友、台灣的朋友，我有日本的朋友，我有菲律賓的廚師朋友。加上中餐會比較容易被接受，是因為我們也是華人嘛。因為我煮的是家常菜，就比如這樣子，家裡有一個黃瓜，還是有一個青椒，還是有一個我們拿來煎蛋，它就一定不可能是西餐。对。它就肯定是很適合我們的胃口的，就大蔥煎蛋，我也不能把它歸類成中餐，它就是我們的馬來西亞普通人民吃的那一種菜色吧。好像是這樣哦，因為我們去中國，我們不會吃到大蔥炒蛋的哦。不會啊，對啊，總之是中餐相對來講會食材比較簡單一點，也比較容易讓我的有族朋友更容易接受跟去 adopt。因為我的視頻是真的是以教學為主，所以每一個 step 我都會放進去。反而如果是我做西餐的話，我會覺得那個 step 太多了。西餐會不會比較注重一些的細節或者是美觀上面？因為我們中餐可能是一大碟，然後大家一起分享，但是西餐就比較小分，然後比較優雅，那個刀叉也很講究，就是比較講究它的那個顏值。會不會越講究的東西就越浪費食材啊？這個不適合我的 logic。反而對，其實在我的主食邏輯裡面，我是不太贊成 fine dine 的，那個太浪費食物了。為什麼你覺得fine dine 會是比較浪費食物呢？fine dine 本來就是很浪費食物，它不是我覺得浪費食物。我以為是浪費錢。对，當然他會把很多的食物做到很精細，這樣子我覺得食物的本質就是要吃到好，要吃到好吃，要吃到熱的食物，要吃到有營養的食物，而不是純粹只是它裝飾的非常好看。當然 fine dine 它會很細緻的去分化每一個食品，不過有些時候分化的太細緻的話，它就不一定是一個有溫度的食品哦。所以每次我們吃那個 fine dine 過後，就是我們找媽媽可以嗎？而且如果是會再回到吃的本質的話，給你一個很精緻的食物，或者是當你真的是肚子餓的時候，這是有這樣的需求需要吃東西的時候，我覺得熱有溫度這個是第一要點啊。我覺得你剛才說的就是那個 fine dine 會不會有時候它的準備時間會比較長？因為當它煮好了之後，它放好了，然後還要加一點菜，然後還要畫花，把它呈上桌之前的準備的時間太長，客人去吃的時候，可能它就不是最佳的品嘗時間嘛。其實也是不是這樣說。如果是說這個 fine dine 是一個 hot dish 的話，他們真的是很講究的，連那個碟子是需要從一個有溫度的烤箱裡面拿出來，那個碟子的溫度需要在65度左右，然後他就會把那個食物擺上去。其實它都還行的。這樣主要我們現在是討論到它會相對來說更浪費食物，是因為很多的邊角料會被浪費掉。就比如說我需要拿到一個很漂亮的那個肉，我就需要去掉很多的邊角，我需要浪費掉很多品相不好的那些食物。當然有很多的食品品相不好的，我們也是要把它去割掉。不過不及到 fine dine 來說，它這麼的去浪費食物。我明白 Joshua 講的意思，就是 fine dine 的食物其實除了是把最好吃的部分傑出來之外，它也是把它最美的那個部分，就是每一個肉的那個形狀，它都是不一樣的。對。所以當它要切到好像真的很正方，或者是很漂亮的那個切片，所以其他那些不是那麼漂亮的就沒有辦法呈上桌。所以你就覺得 fine dine 會比較浪費食材。對，而且不是說比較不漂亮的。儘管你是來自同一顆的蘿蔔或者是同一顆的蔬菜，它也只會截取某一個部分來做 presentation，而其他的將會被丟掉。當然不會是被丟掉，可能它是会用在其他的用途上不過相對來講，它會比其他普通傳統食物的浪費來得更多。所以其實 fine dine 就只是因為美。總之就是吃不飽啦。我覺得如果你餓的時候然後帶我去約會然後你要講 something 來討論一下，我覺得不行。沒有，你吃 fine dine 之前要先吃媽媽先，然後再去吃 fine dine。我覺得馬來西亞人的話，這個也是我們其中一個飽肚子的文化。普通人我說應該10個裡面會有6個吧。對，確實是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那個能力去把 fine dine 吃到很飽跟很飽足。因為真的是挺貴的。
對。那我們講一下，就是有關你的那個內容。OK， 以前你是做華文的內容嘛？對。然後過後你做國文的內容，是因為你覺得你要馬來文好，還是怎樣呢？我做華語的 content 大概是做了大概1個月，我真的是有靜下來的去想，應該要怎麼樣去把我這個 content 做得更舒服跟更適合自己。OK，相對來講，我也要在這個 content 裡面讓我學得到東西，所以我選擇了馬來語。所以馬來語對你來說是一個你常用的語言嗎？之前不常用，而且我的馬來語是說到很高雅的。以前第一，我會覺得在那個時候，我希望我的 content 能變現，能為我帶來額外的收入。我會覺得馬來市場會更加的大，而且在我做了 content 幾年之後，我才覺得是很舒服的，因為在這5年到6年裡面，我已經組了超過500到15吧。我的酸民應該只有1個。所以應該到底是誰呀？那個酸民有酸民其實也是好的，也是 boost 你的那個 view 多。當然我不是說馬來同胞裡面沒有酸民，不是這樣的意思。不過相對來講，他們可能對我們這種華人的 content creator 的包容性更大一點。明白。同樣我也覺得導福發都會有一樣這樣子的感覺，華人的對你的那個包容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奇妙的那一種的 reaction 啊，就好像是男人跟女人的這一種 balancing 的那個在裡面。其實我們也是看到有很多的華人 content creator， 然後他們講馬來文是那個接受度會比較大，就好像 Boss James 啊，對，就好像 Sofa Man 啊，他們的那個馬來文其實也沒有很正統。OK，Boss James 可能是會比較正統啦。如果是那些 Sofa Man 啊，他們還是有些的那些翻譯啊，有些他們的講話的那些語言呢，也沒有很正統。我覺得那個概念就有點像是亞洲人在講英文的概念，就好像當我們亞洲人跟外國人去講英文的時候，其實他們對我們也是很包容的。當我們常用一些不是我們的母語來去溝通或者是做一些的內容的時候，其實那個人他會比較願意去接納你跟接受你。对，就是好像一個好感啦，就是 OK， 你學我們的那個語文，所以看到你的那個 effort， 然後也可以在content 裡面做一些交流這樣子。其實在你去做這些視頻的時候，當然一開始你有講你的國語會比較高雅一點點，但現在應該會好很多了吧？進步很多，而且在以前的時候是嗎？我會覺得語言它會是一個，它會有一個落差，它會是一個很好玩的東西。不如前面這樣子問一問你啊，如果讓你來翻譯啊，香味撲鼻，馬來文要怎麼說？其實我在我的視頻說過很多次，也給人家笑到哈哈哈哈，笑死他們了。等一下，香味撲鼻，喂，你來。bau wangi menusuk hidung。我在開始我的馬來文是 bau wangi melanggar saya punya hidung dan muka。我看到我會笑，真的。他們明白了嘛？他們應該明白，可是覺得你很可愛吧？他們也覺得那個煙真的是撞到鼻子跟臉嘛。就是有那個畫面配，不會到那種不明白啦。跟住食過飯尋味咧。Lepas makan nak makan lagi。你怎麼講？sedap dan wangi sampai Ghostan cari sampai 什麼 Ghostan sampai cari sini 啊之類似這樣的。對，Ghostan 只有我們馬來西亞人懂。對馬來西亞的那種 content 哦。所以就是一些在中文跟馬來文裡面的那個翻譯的那個落差，在我的視頻裡面會講出來。有些時候是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講出來的，有些時候是在配音的時候這樣子出來，好像我們要把水蒸到那個肌肉剛剛好，我又不會怎麼樣講，啱melemaskan bahan ramuan ini啦。一路以來，我會覺得整個我的 social media 是一個很開心的 platform 來的，因為他們每次會在我裡面是嗎去找我的錯字出來，然後我也在裡面去跟他們講收到 on， 下次我就用。好像 nasi longa belerai， 好像那個 nasi belerai 是嗎？我以前也不是這樣子講，sampai satu biji 粒粒分明啊，我是想說炒飯粒粒分明，就是會被他們的慢慢的這樣子去教我 show 給他們看怎麼煮菜，他們教我把什麼類似這樣。我覺得就是一個大型的分享會就是你分享你自己很擅長的地方，就是你煮飯那些的觀眾，他們就分享他們擅長的，比如他們的語言，馬來西亞的美好的文化交流。對呀。其實食物是嗎？
我會覺得它是另外一種 language 它是另外一種語言，它是 above body language 的，它不用講話的。因為我 serve 過的人太多，有一些外國大使館的之類的我也有去煮他們的食物，有些外國的食物我都會，就是因為跟很多的大廚去學習啊，所以知道很多不同國家的食物。當一煮出來，可能我們的語言不通了，不過就因為那個食物，我們可以 blend 在一起，可以覺得哇，這個 bro 可以交，這個真的是可以交往。而且我覺得食物也是一個去快速認識那個國家或那個文化的其中一個方式。肯定的，好像我們去國外，我們一定會找吃的。什麼國家什麼東西最一定要吃的，我們就奔向去，所以就會通過那邊的食物去認識啊。像意大利的話，最出名的東西，我們一定要吃的是什麼？对，我觉得吃真的是一個標誌來的。OK， 越南的食物蠻好吃，我想再去。對一個國家就是一個印象，然後可能是我去一個地方的時候，哇，鹹到每一個店我都覺得很鹹，我就覺得那個地方不好去，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標誌了。對，而且我覺得食物是嗎？它是有地域性，而且它很有歷史性的。當我們去看那些歷史，或者是讀那些書，或者是看那些歷史的時候，新疆那邊的手抓飯，然後去到我們就說現在大家都很關心的 Palestine， 他們的國家的食物也是手抓飯的一種。然後去到印度的話，它就是 biryani。新疆的手抓飯就是跟我們的印度北部的那個 biryani 是很像的所以他们也是 serve 羊肉的食物是很神奇的那你之前就是拍華文的 content， 還有現在是馬來文的 content，那在料理方面會有不同的那種變化，或是華人的食物跟馬來人的食物有什麼料理上面有很明顯的不同嗎？最大的分別第一啦，當然是哈拉的原材料啦，所以尋找哈拉的原材料是我的挑戰來的，在我的視頻裡面，因為我不能說我自己的這個 content 是哈拉 content，因為我不能去 certify 我自己，我不能去 dijamin by Joshua Low， 不行的，我也只能說是 Muslim friendly。和馬來友族裡面食品上，尤其是肉類上，那個溫度跟那個熟度也是我不停的在抓的。當然，我這邊想介紹一下我的朋友啊，在我一開始的時候做 content， 我就已經有了一位很好的 consultant。OK， 這邊我想要跟他講，謝謝你 Mr. Rudy， 他是我的很久的朋友，他也是馬阿拉，所以在很多的那個 Islam 裡面的那個條例，他都會給我很好的指引。就好像單單是一個這麼簡單的雞飯的東西來說，我們華人或者是說廣東，他們都是會追求那些很嫩的雞，會有甚至有血絲那個雞，而在馬來人方面，這個他們就會相對來講會比較不偏向於這樣的飲食文化，他們就會盡量的讓它熟一些，不要有血的顏色那些，所以這個就是我的挑戰。我突然間想到一個東西，像馬來人你們吃牛肉的話，會不會不能吃那種有血的牛肉？好像 medium rare 那些可以嗎？那個又沒有問題，那個還是有。對，因為那個它是血紅蛋白，它不是血哇那個是 myoglobin。我現在才知道有這個講究雞肉的紅主要是煮不熟，而牛肉的紅那個不是它的那個紅，那個是它的 myoglobin 來的。當然有很多的友族也把它選擇煮到去 well done。很多時候我們吃東西，我們只會在自己的角度出發。對，喂，咁樣食好唔好食噶？哇，好難咬啊！其實並不是的。其實你知不知道，這麼有嚼勁的食物是嗎？其實對我們的牙齒的骨骼是非常好的。真的嗎？是啊，因為我們要用力。對，確實是的。這個飲食方式不是來自馬來西亞，好像新疆的人啊，他們那些牧羊族啊，他們就是需要自己有強壯的那個 jaw， 所以很多時候食物我們不能只是從我們自己的觀點來看嘛。他們煮到這樣，可能他們放棄了那個所謂的很嫩的口感，不過他們追求他們健康的那個 jaw， 很健康的飲食，其實東西是要咬。我覺得今天跟他聊天跟周順聊天，讓我覺得對食物有另外一種看法，然後而且我對廚師也有另外一種的看法了。我們常常覺得廚師就是備菜、煮菜，煮到好吃就可以了。但是 Joshua 的話，他不單單是去了解那個食物，他也去了解那個背後的那個文化，還有它的意義。我覺得你是真的是在食物裡面找到很多的樂趣，比如說是去了解那個當地人的文化，他們吃食物
的方式，然後也按照因為我們馬來西亞是不同文化、不同種族，所以也因着你了解很多不同的文化，所以你的 content、你的內容也會去迎合適合有族同胞看的一些的煮法啊，或者是一些的選料，從中也更了解我們馬來朋友們他們食物上面的選材啊，還有他們喜歡的口感。就是馬來同胞的話，他們有沒有說要求你煮什麼？他們的那些prefer 是怎樣的料理？他们會提議嗎？有，他們會時常的去給我去提議。其實，在上個禮拜我開始了一個很可愛的動作，就是我開始去回復我4-5年前沒有辦法去回復的一些我的 audience。為什麼呢？因為回復不來啊，有些時候太多了，幾千個、幾萬個。不過4-5年前不會說，怎麼這個人突然間回復我了？對，我的那個 audience 會，Uncle Joshua nasib baik saya masih sehat lagi，它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感覺，就說現在很多時候。你問我 as a content creator 會不會有很多的那個 audience 像你，我希望要煮這個，我希望要煮那個，我希望要煮這個。其實我在開始的時候我沒有迎合他們，我先做好我自己的 path。而我覺得在之後，可能我已經是離開了我現任的工作，因為我太忙了，我唯有把我的主食當成是我的日記，也等於說我太太廚房買什麼我就煮什麼，她買什麼我就煮什麼，我就比較難去迎合，不用去怕你暫時現在沒有去迎合那個客人，我反而覺得先做好自己的 content， 鞏固了自己的視頻，做好自己的本分先，可能幾年後的那個回復，對不起，已經3年了，我遲回復你了，我現在才煮那個東西，我覺得他們全部都是接受的。就比如說這4年後的那個 reply， 我的那個 audience 基本上全部都是在那邊笑的。哎呦，那個4年後啊，你才來 reply 我，不過很開心，很開心。對，所以 content creating 其實是一個很 best 的東西，就是你可以溝通，而且那個溝通是不限於你時間的。但在你很 down 的時候，或者是說你需要去拿一些 energy 或者是正能量的時候，不用多的，你再看回一些你之前的 comment，你再去回復你先生，他們其實一直都在，只是我們還沒有去回復他們，好過一些好像。social media 平台就已經是特地為你方便去做統一回復，那個我反而不喜歡做那個，對，因為那個已經是好像敷衍掉他們，我寧願不回復你先，到時候我有時間的時候，我會認真的去回復你，真的我會覺得這樣子來講，這個就是怎麼說一個很開心的東西啦。對啊，而且當我遇到一些自動回復，我覺得好像我在跟機器人講話，對，沒有必要，我覺得。因為有時候我們去玩一些的社交平台，主要就是好像我們可以認識新的朋友，對。然後當你認識新朋友的時候，你當然也是希望他是跟你有真心誠意在聊天，就算他是可能只是他是紅人，但我們就回復。如果他真的有回復你的話是 OK 啦，如果沒有回復其實也沒問題，真的也不需要特意去 set 一個那個 auto reply。對，因為。確實，每一個人每一天的時間真的是都在忙啦。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在忙的，然後專注在自己應該在忙的那個範疇，確實是沒錯的。不過在之後有時間了之後，再跟他們的去聯繫回的話，我覺得只要你的人的那個方向是對的，我覺得他們都不會怎麼樣了，都 OK 的。我覺得他們也是會 expect， 就是你沒有很及時的那種回復啦。對，他們只是要跟你交流溝通這樣子罷了。對。我覺得今天一整天跟Joshua 你聊天的時候，你常常會講一句話，就是其實你就專注在你喜歡跟你熱忱的事情當中吧。對。而且你剛才有說的是，可能一開始的時候，當你去做那個視頻的時候，你沒有迎合那些的觀眾，只不過你有看過，然後當你專注在你自己已經安排好了，我要煮什麼，我要拍什麼樣的片，到一個程度，你開始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裡，你開始知道你自己比較擅長的東西在哪裡的時候，是時候可以 move on 下一個階段了，去嘗試一下人家叫我挑戰的東西。對，而且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馬來西亞團結的一個努力吧。因為它可以在就是召集了很多的那些不同族群的那些觀眾，然後去學不同族群的那些菜肴那些文化，然後讓大家有更深的了解。而且馬來文是我們國家的語言，對，是我們的國語。每一個人
如果他真的不是很發洩的話，但是他基本上他都是聽得明白。對，阿剛你也知道，我覺得什麼？我覺得馬來西亞是最美的了。我去過好多國家，我覺得馬來西亞是最美的。講真，他們說現在有很多酸民啊，我相信，我也很相信，如果真的是我們有任何的問題，馬來西亞人是需要站起來的。我跟你講，我們肯定是，就是講我們是真的是bersatu padu的了。我覺得真的，而且我們從小到大，我們就是生活在一起，一起長大，一起變老，哇，對，多麼的感動。對呀，所以繼續做你的馬來文 content。會呀，我的 content 是 blog 的，其實都很好的。我們去學，記得可以去看他的 content， 然後去學很簡單，但是卻是很仔細的，一個一個去教。我覺得那個速度啊 ，everything， 我覺得是小班應該也學得會的啦。對，盡量的去簡化的讓他們去看。我會的。好，今天就非常謝謝 Joshua 來到我們的妹妹 Talk 裡面，謝謝你們，謝謝。而且我們在錄製之前，他已經準備了佳肴給我們吃，我們吃了燈波鴨，我第一次嘗試，非常好吃，而且對馬來西亞。對啊，有族同胞的食物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了。對，不是臭榴蓮，不是臭榴蓮，是很好吃的一道菜。很好吃的榴蓮，如果你們要試的話，你們可以找那個 Google 啊，燈波鴨 near me 啊。對。好，那今天就非常謝謝 Joshua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跟我們一起來妹妹 Talk。我是眼力仙金，我是拉斯達妹妹，拜拜，再見。